身为修行之人，我们常被外界的目光所束缚，仿佛一提及金钱，便如同触碰了某种禁忌，被指责为世俗的沉沦。然而，真正的修行是深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，金钱亦是其中的一部分，无法回避，更无需回避。想象一下，佛陀与他的弟子阿难行走在路上，偶然间看见路边有一坛黄金，佛陀淡然地对阿难说：“看，毒蛇。”阿难立刻领悟，回应道：“果然是毒蛇。”这一幕被一对贫穷的农民父子看到，他们眼中看到的却是改变命运的希望。他们兴奋地捡起黄金，以为这是天降的福分，能摆脱贫困。然而他们不知道，这黄金是窃贼从宫中盗出，遗弃在路旁的。当父子俩带着金子去市场兑换时，被人认出，最终身陷囹圄。临行时才明白那毒蛇的真正含义。金钱本身并无善恶之分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获取和使用它。通过非法手段得到的金钱，如同那坛黄金，虽然璀璨夺目，却隐藏着致命的毒素。而合理合法赚取的金钱，则是我们修行路上的助力，可以为我们提供弘法利生的资粮。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，印度社会分为4个阶级，其中释迦牟尼佛对从事工商业的吠舍阶级给予了高度的赞扬。因此，佛弟子从事工商业、做生意赚钱，同样是正当的。但关键在于，我们要以正当的方式赚取金钱，以正当的方式使用金钱。所以，作为修行之人，我们不必对金钱抱有偏见。金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是我们修行路上的一个工具。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，如何让它成为我们修行的助力，而不是成为我们修行的绊脚石。想象一下，你站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古老市场中，四周是各式各样的商铺，从丝绸到香料，从珠宝到陶瓷，应有尽有。这些商铺中，有的已经屹立了几十年，甚至上百年，他们的金字招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段不朽的传奇。这些老字号、老店铺之所以能够长久，靠的是什么呢？是商业信用，是诚信经营。他们深知，只有以诚待人，以信取胜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，赢得顾客的信赖。然而，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，总有一些商人为了追求短期的利益，不惜采用欺诈手段来招揽顾客。他们或许能在短时间内赚取丰厚的利润，但长远来看，这样的行为只会让他们失去更多。因为无论是法理还是职业道德，都不允许他们这样做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从事工作也应该选择正当的职业。什么是正当职业呢？就是那些于人于己都有利而无害的行业。比如，医生可以救死扶伤，教师可以传道授业，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。而那些虽然赚钱，但对社会大众有害的行业，比如赌博、色情、高利贷等，都是我们应该避免的。那么，我们如何合理使用金钱呢？杂含经
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。他告诉我们，金钱应该分成4份处理：1份供自己养家糊口使用，2份用来经营事业，剩下1份要存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样的分配方法既保证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，又为我们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保障。此外，我们还应该适当取出一些金钱来做以下3种用途：供养父母，帮助生活困难的亲朋好友，供养3宝，护持佛法。这样做不仅体现了我们的孝道和爱心，也让我们在精神上得到了升华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完全否定金钱的作用。如果你能如理如法地获取钱财，并用这些钱财利益大众，那么钱财越多当然越好。但是如果你为赚钱不择手段出卖良心，或者赚钱仅仅是为了贪图个人享受，那么赚钱越多就越不好了。因为若无智慧，则易被钱财束缚，最终可能导致身败名裂。所以诸位共修之人应该知道，如果钱财没有用好，就会带来诸多极生和来世的不利。正因为是这样，在许多经论中才宣说了钱财的种种过患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有些人就是因为拥有很多不义之财，而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，要用好手中的钱财，让它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助力，而不是绊脚石。在深夜的寂静中，许多人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他们的思绪如波涛般汹涌，无法平息。与此同时，有些人却在金钱的漩涡中越陷越深，他们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，但内心的痛苦和罪恶感也随之加剧。曾经有一位名叫陈华的大居士，他选择了与众不同的道路。他将自己的全部财富扔进了滚滚的江河中，然后轻轻地吟唱出一首偈颂：世人多重金，我爱刹那境。今多乱人心，境见真如信。他的选择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看似诱人的财富。在陈华大居士的偈颂中，我们看到了金钱对人心的腐蚀。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，它就像一把双刃剑，既能带来物质上的享受，也能让人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罪恶。在金钱的诱惑下，人们往往失去了内心的平静和善良，变得贪婪、自私、冷酷。回想过去，当经济尚未如此繁荣时，人们的心情往往更加平静、安宁和快乐。那时虽然生活简朴，但人们的心灵却充满了阳光和温暖。然而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，金钱观念逐渐扭曲，人们开始盲目地追求物质享受，却忽视了内心的需求和精神的滋养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。一方面，有钱人挥金如土，享受着奢华的生活；另一方面，却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和饥饿之中，他们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甚至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无法享受。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人不禁思考，金钱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？其实，问题的根源在于金钱观念的扭曲。从小，我们就接受了一种观念，有钱就能享受生活，
有钱就能拥有一切。然而，我们却忽略了金钱背后的责任和道德。当我们拥有了财富后，很容易变得自私和冷漠，忘记了那些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。因此，我们需要用智慧去观察和分析金钱对整个社会、对人类心灵的影响。金钱确实能带来物质上的满足，但它也可能成为我们内心的枷锁和负担。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对待金钱，那么我们就可能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罪恶之中。人生苦短，只有几十年。如果我们把时间都花在追逐金钱上，那么我们将失去更多宝贵的东西：亲情、友情、爱情以及内心的平静和善良。金钱无法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，它只能满足我们短暂的欲望和虚荣心。所以，让我们重新审视金钱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，让我们学会珍惜身边的人和事，学会关爱那些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中的人们。让我们用智慧和善良去创造一个更加和谐、美好的世界。不和睦的阴霾笼罩了曾经宁静的村庄，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？透过纷扰的表象，我们不难发现，金钱成为了这场纷争的导火索。那些过于贪恋财富的人，他们的心灵在金钱的诱惑下逐渐扭曲，最终走向了堕落。对于修行之人来说，金钱的牵绊更是致命。若是一味地追求财富的积累，那么在临终之际，心中难免会对这些财物依依不舍。若是带着这样的执念离世，又如何能够安心往生呢？因此，在佛教的戒律和修行法门中，都明确要求修行者在临终前应将所有财物供养给寺院，或是留给亲人。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消除对财物的贪恋，更是为了净化心灵，让修行之路更加顺畅。然而，有人或许会认为，只有那些拥有财富的人才会贪婪，而贫穷的人则不会。其实，这样的看法是片面的。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所珍视的东西，即使是贫穷的人，也可能对某件心爱的物品产生极深的执念。因此，无论身份地位如何，我们都应该对金钱保持正确的态度，这样才能在修行的道路上取得成功。面对人生中最为恐怖的死亡之苦，我们如何对待金钱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如果我们能够善用金钱，那么它就会成为我们积累功德的工具。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，都有机会通过行善积德来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一味地看破金钱，而是在家人通过正当途径积累财富也是被允许的。然而，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，我们必须要警惕那些与造恶业有关的工作和生活方式。这些行为不仅会损害我们的福报，还会让我们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。如果我们无法避免从事与造恶业有关的工作，那么至少应该保持一颗清净的心，不去亲自参与那些恶行，更不要在心里随喜赞叹。在财产的问题上，佛陀并没有要求我们抛弃所有的财富，毕竟我们还需要依靠金钱来维持生活。但是
在追求财富的同时，我们也应该明白，金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。如果我们过于依赖金钱，那么就会失去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因此，在钱财的问题上，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度，既要赞叹以财富积累资粮的功德，又要呵斥用财富造恶业的过患。佛陀在《大乘宝云经》中说，以财物利益事，摄受众生。这意味着，当我们拥有财富时，应该用它来承办种种善事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这样，我们的财富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价值。当然，在拥有财富之后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、骄傲自满。相反，我们应该更加谦逊、低调地行持善法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总之，在钱财的问题上，我们应该保持一种正确的认识和态度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追求财富的同时，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满足，实现真正的幸福和成功。积累资粮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词汇，它如同种子在沃土中悄然生长，逐渐积累，终将开花结果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农夫在春天播下种子，每天精心照料、浇水、施肥、除草，虽然过程辛苦，但心中充满了期待。到了秋天，金黄的稻谷摇曳在风中，那是他一年辛勤劳作的成果，也是他积累资粮的见证。然而，有些人，他们手中的财富却像流水般匆匆流过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他们追求物质享受，沉迷于金钱的游戏，却忘记了金钱的本质。他们为了钱财奔波劳碌，却忘记了生活的真谛。这样的人，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，也只是金钱的奴隶，无法真正享受生活的美好。作为修行人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金钱呢？我认为，我们应该把金钱看作是一种工具，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积累功德的工具。比如，当我们用金钱购买酥油供灯，或者在佛前发清净愿，这些行为都是在积累功德，都是在为未来的果位播下种子。这些种子虽然看似微小，但却有着无比的力量，它们会在阿赖耶识中生根发芽，为我们的生生世世带来无尽的福报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否认金钱在生活中的作用。适当的金钱可以让我们过上舒适的生活，可以让我们购买必要的物品，满足基本的需求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把金钱当作生活的全部，把金钱当作主人，那么我们就会成为金钱的奴隶，失去自我，失去生活的乐趣。现在的社会，很多人都在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，他们为了房子、车子而奔波劳碌，甚至不惜背负沉重的债务。他们为了金钱而失去了生活的真谛，为了金钱而失去了内心的平静。这样的人，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，也难以感受到真正的幸福。因此，我们应该重新审视金钱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。我们应该把金钱看作是一种工具，一种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目标、积累功德的工具。我们应该学会用金钱来购买适当的物品，满足基本的需求，而不是让金钱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。只有这样，
我们才能真正地掌握金钱的力量，成为金钱的主人，而不是金钱的奴隶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金钱并不是万能的，但它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。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金钱，用智慧去运用金钱，让金钱成为我们生活的助力，而不是负担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金钱的海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被金钱所迷惑，不被金钱所束缚，真正地享受生活的美好。在金钱的世界里，有些人仿佛永远站在门外，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说爱钱，但内心深处却对财富持有一种不配得感和低价值感。这种矛盾的情感就像是一道无形的屏障，将他们与金钱的海洋隔绝开来。他们像是一个个在金钱沙漠中迷失的旅者，虽然周围满是金币的闪光，但内心却充满了对财富的抵触和不安。这种心态就像是一道无形的锁链，将他们牢牢地束缚在贫穷的泥沼中。然而，在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，拥有正确的金钱观念显得尤为重要，因为决定我们金钱能量的正是我们的认知思维。我们的思维层次决定了我们与金钱的关系，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层次。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潜意识里的穷人思维，拥有更多的金钱能量，那么唤醒我们的财富脑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需要具备以下3种思维。首先，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了我们能否成为富人。想象一下，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收到一个心仪已久的玩具时的那种雀跃和开心的感觉，那是对玩具最纯真的热爱。对待金钱也一样，我们应该用同样的热情和期待去迎接它，因为金钱是我们探索人生、完成人生使命的重要工具。这种积极的心境能够让我们与金钱同频共振，以敞开的心接受财富和幸运的到来。其次，有效花钱才能赚到钱。有些人受父母的影响，过于节俭，甚至到了吝啬的地步。他们害怕花钱，害怕失去手中的财富，然而他们却忽视了金钱的流动性。金钱本身是没有价值的，只有在流动中才能体现其价值。抑制金钱的流动性，就像是将一条河流堵塞起来，最终只会让金钱的能量越来越低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会有效花钱，把钱花在开阔视野、提升自己、投资未来上，这样我们的金钱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，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财富和机会。最后，我们需要明白，金钱的能量本质就是爱的能量。当我们用爱的心态去对待金钱时，我们的内心就会变得丰盈而富足。这种富足感会让金钱在爱的环境里自由流动，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幸运和机会。因此，让我们回归初心，用从容热爱的心态对待金钱吧。当我们扎根对金钱的爱时，整个宇宙都会围绕我们转动，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财富和幸福。想象一下，金钱就像那些被施了魔法的金色尘埃，它们在你手中流转，然后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回流到你的生活中。比如说，
你投资了一家初创公司，起初只是出于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和信任，你并没有过多期待回报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家公司逐渐崭露头角，最终成功上市，你的投资变成了数倍的回报。赚钱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艰难。许多人总是认为，要赚到钱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，甚至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幸福。这种观念其实源于我们内心的能量不足。当我们的内心充满能量，我们的成长就会更加迅速，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也会逐渐提升，对金钱的吸引力也会变得更强。相反，如果我们处于低能量状态，即使机会就在眼前，我们也难以把握。这就像是一个疲惫的渔夫，在满是金鱼的海洋中，却因为体力不支而无法捕捉到一条鱼。真正的富人，他们的财富并非仅仅来自于体力劳动，而是来自于他们的大脑和内心。他们不受限于传统的思维模式，而是敢于突破自我，提升自己的能量场。他们清楚地看到金钱的流动，知道如何轻松地拥有更多的财富。当我们成为自己内心的永动机，我们就能够创造出源源不断的财富。这种财富的捷径并不在外部世界，而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。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认知思维，培养正确的金钱观，用我们的高频能量来打造稳定的财富堡垒。当我们的内心变得丰盈富足，金钱就会像磁铁一样被吸引过来，我们的人生也将因此变得更加圆满和充实。感谢你的耐心阅读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，请给我点个赞，回复一句我正在提升我的金钱能量。我相信你的金钱正在与你产生共振，它们正在向你走来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建立更深的连接。让我们一起提升金钱能量，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